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微光夜读。陈太太，感谢您对我们公司的信任和支持。张浩举着酒杯，手微微颤抖着，目光复杂地看着眼前这个优雅从容的女人。台上的灯光打在她身上，定制的香槟色礼服完美地勾勒出她的身形，珍珠项链在锁骨处闪闪发光。她淡然一笑，轻轻碰了碰他的酒杯。张总监客气了，我们对合作很满意。2年前，他还是公司里那个月薪6000的小客服，被他一句“你配不上我”彻底击碎。2年后，他以重要客户夫人的身份出现在公司年会上，而他不过是负责维护他这个大客户的项目总监。命运的齿轮有时候转得比任何人想象的都要快。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2023年3月的北京还带着春寒，写字楼下的咖啡厅里弥漫着浓郁的咖啡香。我坐在靠窗的位置，手里捧着热腾腾的拿铁，心里却隐隐有些不安。张浩约我下来聊天，这在我们交往的1年多时间里并不常见。平时他总是很忙，要么开会，要么出差，难得有时间约我吃饭，都是匆匆忙忙的。慧慧，我有话想跟你说。张浩坐在我对面，神情严肃的让我心里一紧。怎么了？我放下咖啡杯，试图从他的表情里读出什么。我觉得我们不合适，分手吧。他说得很直接，没有任何铺垫。我愣了好几秒才反应过来，什么意思？好好的，为什么要分手？张浩深吸了一口气，像是下定了决心。王小慧，你想想，你现在就是个客服，我马上要升副总了，我们的层次差太多，根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层次，我觉得有些荒谬。我们交往1年多了，你现在跟我说层次，就是因为交往了1年多，我才想得更清楚。张浩的语气里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冷漠。我需要一个能帮到我事业的女朋友，而不是拖后腿的。你每个月就那点工资，连个像样的包都买不起，我带你出去都觉得丢脸。这句话像一把刀子直接插进我的心脏。我看着眼前这个男人，1年多来我以为很了解的男人，突然觉得他变得无比陌生。你说我拖后腿，我的声音开始颤抖。那为什么刚开始的时候你不这么说？刚开始我以为你会努力上进，结果呢？1年多了还是个客服，一点进步都没有。张浩看了看手表，显然想尽快结束这个对话。我的时间很宝贵，不能浪费在没有前途的感情上。我呆呆地看着他，脑子里一片空白。1年多的感情，在他眼里竟然是没有前途的浪费。你知道吗？我现在月薪2万，很快就是副总了。我需要的是能和我匹配的女人，能在社交场合帮到我的女人。张浩继续说道，语气里满是得意。王小慧，你还是回到属于你的圈子里吧。听到这里，我心中的委屈和愤怒终于爆发了。我端起桌上的拿铁，直接泼到了他的脸上。张浩，你就是个势利眼。我站起身，声音大的整个咖啡厅的人都看过来。你以为你算什么东西？不就是个打工的吗？装什么大尾巴狼？张浩被烫得跳起来，一边擦脸一边恼羞成怒。王小慧，你疯了！我疯了！我今天才看清楚你是什么货色。我拿起包就往外走，你等着，我让你后悔。走出咖啡厅，北京的冷风吹在脸上，我才意识到自己在发抖，不是因为冷，是因为气愤和委屈。回到和室友小芳合租的2居室，我一头扎进被窝里痛哭。小芳下班回来看到我这个样子，
赶紧问发生了什么。张浩那个王八蛋跟我分手了，我哭得上气不接下气。他说我配不上他，说我拖他后腿。小芳气愤地说：什么玩意儿？他以为他是谁啊？不就是个公司中层吗？小芳，我一定要让他后悔。我咬牙切齿地说，我要让他看看谁才是配不上谁。那一夜我失眠了，躺在床上，张浩的那些话像魔咒一样在我脑海里循环播放。层次差太多，拖后腿，没有前途。我承认，我确实只是个普通的客服，月薪6000，在北京这样的城市里确实不算什么。但是，难道这就意味着我不配拥有爱情吗？难道一个人的价值就只能用收入来衡量吗？不，我不甘心，我要证明给他看，王小慧不是他想象中的那个只会拖后腿的女人。第二天一早，我就向公司递交了辞职申请。部门主管很意外，小慧，你工作一直很认真，为什么突然要辞职？我想换个环境，试试其他的工作。我没有说实话，只是找了个借口。办完离职手续，我回到出租屋，开始盘点自己的资产。2年工作攒下来的钱，加上家里给的一些，总共8万块。在北京不算什么，但足够我开始创业了。你真的要开淘宝店？小芳有些担心。你一个人能行吗？不试试怎么知道？我已经想得很清楚。我在客服部门待了2年，天天接触用户，对他们的需求太了解了，而且我还会分析数据，这些都是优势。确实，在星辰互联做客服的2年里，我不仅处理客户投诉，还会分析用户反馈数据，给产品部门提建议。虽然张浩从来没有正眼看过我的分析报告，但我知道那些建议很有价值。我选择了女装这个类目，因为我本身就是目标用户，知道什么样的衣服好卖。用1万块进了第一批货，剩下的钱用来做推广和运营。开店的前2个月异常艰难，每天从早上8点到晚上12点，我都守在电脑前，回复客户咨询，处理订单，分析数据。小芳经常劝我休息，但我停不下来。你这是何苦呢？小芳看着我憔悴的样子，心疼地说：不苦，真的不苦。我边打包货品边说：你不知道，每天看着销量增长，我就觉得特别有成就感。这种感觉比在公司里看张浩的脸色要好1万倍。3个月后，奇迹发生了，我的店铺月销售额突破了10万，纯利润3万多。这个数字把我自己都吓了一跳。天哪，小慧，你真的做到了！小芳看着后台数据，激动地跳起来。这还只是开始，我心里已经有了更大的计划。我要做天猫，还要做 B2B。半年后，我的天猫店月销售额达到了50万，开始有工厂主动找我合作。就在这时，我遇到了陈志明，那是在广州的一个服装批发市场。我去找新的供应商。陈志明的工厂在番禺，主要做女装代工，但生意不太好。现在传统订单越来越少，工厂都快撑不下去了。陈志明很坦诚，他看起来40出头，说话很实在。我看了看他的工厂，设备还算先进，工人手艺也不错，就是缺乏对市场的了解。陈老板，你有没有想过转型做电商？我问道。电商？我不懂这些。他摇摇头。我可以帮你分析一下市场趋势。我拿出自己的数据分析报告，现在消费者喜欢什么样的款式，什么价位好卖，什么面料受欢迎，我都有详细的数据。陈志明很认真地听我分析，眼神越来越亮。小王，
你这些分析太有价值了。我建议你一边做传统订单，一边开拓电商渠道。另外，智能制造也是趋势，可以考虑逐步升级生产线。我把自己的想法详细的说给他听。就这样，我们开始了合作。我不仅从他的工厂进货，还帮他规划电商业务。半年时间，他的工厂营收翻了1倍。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从合作伙伴慢慢发展成了朋友，然后是恋人。陈志明离过婚，有个13岁的女儿陈思思，是个很温暖的男人。小慧，你真的很厉害。有一天晚上，我们在他的别墅里吃饭，他忽然这么说。哪里厉害了？我有些不好意思。你有商业头脑，有执行力，还这么年轻。他很认真地看着我。我觉得我们可以一起做更大的事业。春节前，陈志明向我求婚了。虽然我们认识不到1年，但我能感受到他的真诚。更重要的是，他从来不会因为我的出身或者过去而看不起我，反而很尊重我的能力和想法。我愿意，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而在北京的张浩，当初分手后确实如愿升职，但业绩压力巨大。2024年初，星辰互联决定南下拓展业务，在深圳设立分公司。张浩主动申请调到深圳，一方面是为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也想远离北京那些让他想起王小慧的地方。他开始和银行职员刘亚楠交往，门当户对，但异地恋让两人感情平淡。偶尔深夜时，张浩会想起王小慧，但他总是安慰自己，当初的选择是明智的。直到那个夜晚，命运再次将他们拉到了同一个舞台上。2024年夏天，我和陈志明在三亚举办了婚礼。婚礼不大，只邀请了最亲近的朋友和家人，但每个细节都很精致。婚后，我正式成为了工厂的幕后商务负责人。虽然陈志明是老板，但他很信任我的判断，很多重要决策都会征求我的意见。我们要做数字化转型，不能再像以前那样粗放经营了。我在公司会议上提出了系统的改革方案，电商平台要升级，生产线要智能化，供应链管理也要信息化。陈志明点点头，你说的对，但这需要很专业的技术支持，我们自己搞不定，那就找专业的技术服务公司。我已经做过调研，我看了几家公司，星辰互联的方案最符合我们的需求。他们刚好在深圳开了分公司，华南地区的服务会更及时。说起星辰互联，我的心情有些复杂。这是我的老东家，但我没想到他们已经拓展到深圳了。从商业角度考虑，他们确实是最佳选择，技术实力强，价格合理。深圳分公司还能提供本地化服务，那就联系他们吧。陈志明没有察觉到我的异样。最终，我们和星辰互联深圳分公司签订了3年的技术服务合同，总金额650万，年均超过200万。这让我们成为了星辰互联深圳分公司的重要 VIP 客户。签合同那天，我特意没有出面，让陈志明和他们的商务代表谈判。我不想过早暴露身份，免得节外生枝。婚后的生活很美好，但也有挑战。最大的挑战是和继女思思的关系。你不是我妈妈。13岁的思思正处在叛逆期，对我这个继母很排斥。我知道我不是你妈妈，但我希望我们能成为朋友。我很有耐心，从不强迫她接受我。陈志明夹在中间，也很为难。思思，小慧对你很好，你不能这么任性，让她自己慢慢接受吧，不要强迫。我劝陈志明
不要太着急。慢慢的，思思开始接受我的存在。当她遇到学习问题时，会主动来问我；当她和同学闹矛盾时，也愿意跟我倾诉。就在我们的家庭关系越来越和谐的时候，一封邀请函打破了平静。星辰互联邀请我们参加年会，陈志明拿着邀请函问我接过来看了看，心情五味杂陈。距离我和张浩分手已经快2年了，没想到命运让我们在深圳重逢。我早已不是当初那个哭泣的女孩，而是一个成功的商人和幸福的妻子。去吧，毕竟是重要的合作伙伴。我表面淡定，内心却波澜起伏。你没问题吧？看起来心情不太好。陈志明关心地问。没事，可能是有点累了。我不想现在就说过往，时机还不成熟。那一夜，我躺在床上想了很多。2年前被张浩伤害时，我发誓要让他后悔。如果他真的在深圳分公司，那这个机会就来了。我反而有些忐忑，不是害怕，而是觉得这一切来得太快，太戏剧化。命运的齿轮转动起来，有时候真的比电影还精彩。我决定盛装出席，要让某些人看看王小慧的改变。但这一次，我不是为了报复，而是为了证明自己的价值。12月的深圳已经有了冬天的凉意，但星辰互联深圳分公司的年会现场却热闹非凡。5星级酒店的宴会厅里灯火辉煌，觥筹交错。我花了2万块定制了一套香槟色的礼服，搭配珍珠项链和钻石耳环，妆容也是请专业化妆师打造的。站在镜子前，我几乎不敢相信，这就是2年前那个在咖啡厅被羞辱的女孩。老婆，你今天真美。陈志明穿着深色西装，看起来也很帅气。谢谢。我挽着他的胳膊，深吸一口气。我们走吧。进入宴会厅，工作人员很热情地接待我们。陈总、陈太太，欢迎光临。你们是我们的重要 VIP 客户，请到贵宾区就坐。贵宾区在舞台前方，视野很好。我环顾四周，寻找着那个熟悉的身影。果然，我看到了张浩。他真的被调到深圳分公司了。他还是那个样子，西装革履，头发梳得一丝不苟，正在和客户们寒暄。身边站着一个女孩，应该就是他现在的女朋友刘亚楠，看起来挺清秀的。各位来宾，欢迎参加星辰互联深圳分公司2024年度盛典。主持人开始介绍重要客户代表。下面有请我们的重要合作伙伴志明服装集团的陈总和陈太太上台致辞。聚光灯打在我们身上，我优雅地站起身，挽着陈志明走向舞台。就在我们经过张浩那一桌时，我感觉到了一道震惊的目光。回头看去，张浩正瞪大眼睛看着我，嘴巴微张，手里的酒杯差点掉在地上。那个表情就像见了鬼一样。我淡淡的移开视线，继续走向舞台。感谢星辰互联深圳分公司的热情款待。我站在台上，声音清晰优雅。志明集团很幸运能与星辰互联合作，你们的专业服务帮助我们实现了数字化转型，希望未来我们能继续深化合作，共创辉煌。台下响起热烈的掌声，我看到同事们都在专注地听我讲话，完全没有人认出我就是2年前的那个小客服王小慧。下台后，不断有人来和我们寒暄。陈太太真是年轻有为啊！志明集团的发展速度真是令人敬佩。陈太太的致辞很精彩，一看就是见过大世面的。我应对自如，完全没有露出任何破绽。从始至终，
我都没有正眼看过张浩一眼，但我知道他一直在偷偷观察我。酒会环节开始了，各部门负责人开始向重要客户敬酒。张浩作为我们项目的负责人，不得不过来。陈总，陈太太，他端着酒杯走过来，声音有些不自然。感谢你们对我们公司的信任和支持。张总监客气了，我淡然一笑，轻轻碰了碰他的酒杯。我们对合作很满意。陈志明在旁边客气地说，张总监的团队很专业，服务很到位，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张浩努力保持平静，但我能看出他内心的震撼。陈太太看起来很面熟，我们是不是在哪里见过？这句话让气氛有些微妙。我依然保持着完美的笑容，可能是错觉吧。我很少出现在这种场合。刘亚楠察觉到了异常，主动走过来。浩哥，这位这是志明集团的陈太太。张浩介绍道，但语气明显不自然。刘亚楠敏锐地感觉到了什么，上下打量着我，眼神里带着警惕。刘小姐你好。我主动伸出手，优雅地和她握手。现场的气氛越来越尴尬。陈志明虽然不明所以，但也感觉到了异样。我们先回座位吧。我适时地结束了这个对话，挽着陈志明优雅地离开。身后，我听到刘亚楠质问张浩，你们到底什么关系？你的表现很奇怪。没什么关系，只是觉得他有点面熟而已。张浩的回答明显底气不足。回到座位，陈志明低声问我，小慧，你和那个张总监认识吗？以前可能见过，但不熟。我没有说谎，毕竟我们确实不熟了。年会继续进行，但我知道真正的好戏才刚刚开始。张浩那震惊的表情告诉我，他已经完全认出了我。2年前，他说我配不上他。2年后，我以他需要维护的重要客户身份出现。命运这个导演编排的剧本比任何电视剧都要精彩。年会结束后的几天，我们的合作项目进入了关键阶段。作为客户方的代表，我有权对所有技术方案提出要求和修改意见。这个模块的界面设计需要重新调整，用户体验不够友好。我在项目会议上提出了修改意见。张浩作为项目负责人，只能耐心回应，好的，我们会马上修改。陈太太还有其他建议吗？进度能不能再快一点？我们希望能提前上线。我继续提要求，我们会尽力配合。张浩的语气里带着一丝无奈，在外人看来，这些都是正常的客户需求，但张浩心里清楚，王小慧在故意刁难他。可是客户是上帝，他只能配合。每次开会，我都会提出各种合理的要求，不是技术难题，就是时间节点的调整，或者是功能细节的完善。这些要求都不过分，但对项目团队来说，每一个调整都意味着额外的工作量。陈太太对技术细节的要求真高，项目组的同事私下抱怨，客户要求高是好事，说明他们重视这个项目。公司领导还表扬张浩的客户维护工作做得好。张浩苦笑着接受表扬，心里却五味杂陈。他明知道王小慧在报复，但又无可奈何。与此同时，他的感情生活也出现了危机。浩哥，你最近怎么了？总是心不在焉的。刘亚楠从北京飞到深圳看他，察觉到了他的异常。工作压力比较大，大客户的项目不能出错。张浩找借口搪塞，但刘亚楠不是好糊弄的。他通过共同朋友打听，加上网络搜索，很快就查到了张浩和王小慧的过往。你还在想你那个前女友？
一天晚上，刘亚楠直接摊牌了，什么前女友？张浩心虚的否认，少装了。王小慧，星辰互联的前客服。刘亚楠把查到的信息全部说了出来。现在人家嫁了个有钱老公，摇身一变成了你们的大客户，你是不是觉得很打脸？张浩被说中了心事，恼羞成怒。你调查我，我是想看看我男朋友到底在想什么。刘亚楠也怒了，你是不是因为他才主动申请调到深圳分公司的？没有的事。张浩矢口否认，但表现越来越不自然，两人大吵了一架，关系开始出现裂痕。而在另一边，我也开始察觉到异常。妈妈，今天放学的时候，有个叔叔帮我处理校园霸凌的事情。思思回家后跟我说，什么叔叔？我心里一紧。他说他认识妈妈，还说他是星辰互联的。思思天真的说，那个叔叔人很好，帮我教训了欺负我的同学。我的心沉了下去。张浩竟然去思思的学校，他还说了什么？我努力保持平静。他问我妈妈平时忙不忙，还问我们家的情况。我觉得他人挺好的，就都告诉他了。思思没有任何防备心。晚上，陈志明回来后，我把这件事告诉了他。什么意思？陈志明皱起眉头。他为什么要接近思思？可能只是巧合吧。我不想让陈志明多想，但心里已经开始警惕起来。第二天，张浩果然又出现在思思的学校附近。这次他更过分，直接等在学校门口。陈太太，真巧，又遇到了。他装作偶遇的样子。张总监，你怎么会在这里？我冷冷地问。刚好路过，看到思思就想起昨天的事情。他厚着脸皮说，孩子还好吧？谢谢关心，我们很好。我拉着思思就要走。小慧，他突然叫住了我，声音里带着复杂的情绪。我停下脚步，但没有回头。张总监，请叫我陈太太，我们能单独聊聊吗？他的声音有些恳求的意味。我们没什么好聊的。我头也不回地带着思思离开，但我知道这件事不会就这么结束。张浩已经开始失去理智了。果然，事情很快就爆发了。刘亚楠偷偷跟踪张浩，发现他竟然去了我们工厂。他直接找到我的办公室，要求当面对话。王小慧，我们谈谈。他推门而入，语气很冲。刘小姐，有什么事吗？我放下手头的工作，平静地看着他。别装了，你就是张浩的前女友。他直接撕破了脸。你现在是想勾引有妇之夫吗？勾引？我冷笑一声。刘小姐，是他主动来找我的，我可没求着他。那你为什么不拒绝，还让他去你妓女的学校？刘亚楠咄咄逼人。我已经明确拒绝了，但他不听。我站起身，直视着他。刘小姐，我现在是有妇之夫，对你男朋友没有任何兴趣。那你为什么要选择星辰互联合作？明知道他在那里工作。这个问题让我沉默了几秒。确实，选择星辰互联确实有私心。商业合作讲究的是性价比，不是儿女情长。我最终这样回答。如果刘小姐觉得你男朋友不可靠，可以好好管教管教，不要来质问我。刘亚楠被我的话气得脸色发白。你们这些女人就是虚伪，明明心里还惦记着前男友，却要装清高。请你出去，我不想和他继续纠缠。这里是我的办公室，不欢迎无关人员。我不会放过你的。刘亚楠愤愤地离开。当天晚上，陈志明从思思口中得知了张浩帮忙的详细经过，开始对我产生怀疑。小慧，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他很直接地问。我知道瞒不下去了，决定主动坦白。志明，
我确实有些事情没告诉你。我深吸一口气，张浩是我的前男友。陈志明的表情瞬间变得严肃。什么时候的事？2年前，我们分手了。分手的原因是他嫌我出身不好，说我配不上他。我把当年的事情详细说了一遍。选择星辰互联合作，确实有私心。我想让他看看，他当初看不起的女人，现在变成了什么样。陈志明听完，沉默了很久。你还爱他吗？他问出了最关键的问题。不爱了，我很坚定地回答。如果还爱，我不会嫁给你。我只是想证明自己，想让他为当初的势利眼付出代价。所以你一直在利用我报复他。陈志明的声音有些冷。不是利用，我急忙解释，我对你的感情是真的，对这个家也是真心的，报复只是附带的，不是主要目的。但你还是欺骗了我。陈志明站起身，我需要冷静一下。接下来的几天，家里的气氛变得很紧张。陈志明对我很客气，但明显疏远了。思思察觉到大人之间的异常，也变得小心翼翼。与此同时，张浩那边也出了事，刘亚楠提出了分手。我受够了，他在电话里对张浩吼道：你心里还惦记着前女友，我们没必要继续下去了。亚楠，你听我解释。解释什么？你以为我看不出来吗？你看到他现在过得好，心里不平衡了，对不对？刘亚楠说得很准。我要的是一个专心对我的男人，不是一个心里还装着别人的男人。电话挂断了，张浩的感情生活彻底崩塌。更糟糕的是，因为我的各种合理要求，项目进度严重滞后，深圳分公司领导开始问责。张浩，这个项目怎么回事？客户反复修改要求，你们怎么协调的？客户要求比较高，我们在努力配合，配合是应该的，但也要控制节奏。如果客户过分苛求，你要学会引导。张浩苦笑着接受批评，心里清楚这一切都是王小慧的报复。1周后，我做出了决定。志明，我决定终止和星辰互联的合作。我对陈志明说。为什么？他有些意外。我想明白了，报复没有意义。我真诚地说，我们换一家技术服务商，给彼此一个新开始。陈志明看着我，眼神里有了一丝松动。你真的想清楚了？想清楚了，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我们要向前看。我握住他的手，我们在深圳扎根发展，专心经营我们的事业和家庭。陈志明沉思了一会儿，点点头。好，我们重新开始。就这样，这场因为一句配不上而引发的风波，在我主动选择放下中结束了。3个月后，我们的数字化转型项目在新的技术服务商帮助下顺利完成，工厂的订单量增长了200%。我们在深圳又开设了2个分厂，而在深圳，张浩的日子并不好过，失去了我们这个重要客户。他被深圳分公司问责，降为了普通经理。都是那个王小慧。他在酒吧里买醉时对朋友抱怨，他就是故意报复我。我当初要是不主动申请调到深圳就好了。那你当初为什么要那么对人家？朋友反问。张浩无言以对，他开始后悔当初的势利眼，但一切都已经晚了。刘亚楠很快就找到了新的男朋友，一个在银行工作的海归，人品和条件都不错。选择伴侣，人品比什么都重要。他在朋友圈里发了这样一条状态，有人问他是不是在暗讽张浩，他回复说，过去的就不提了，大家都要向前看。1年后，我和陈志明有了自己的孩子，看着襁褓中的小生命，我忽然想起了2年前那个在咖啡厅痛哭的自己，
谢谢你当初说我配不上你。我在心里对远方的张浩说，如果不是你的绝情，我不会有今天的幸福。生活就是这样，有人选择向上攀登，有人选择安于现状，有人因为势利眼而失去真爱，有人因为被伤害而获得成长。没有谁对谁错，只有选择和后果。而我的选择让我获得了真正的幸福。感谢大家的观看，本期故事精彩吗？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并分享给更多的人，这会对我帮助很大。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